君然和小飞送他们一家去坐飞机了。苏南说道，才来没2天就要回去，我都还没有抽出时间请叶总吃饭。海童笑道，有空的时候，你可以飞到 A 市去请叶总吃饭的。叶总这一次过来单纯是带着龙婷来找洋洋玩2天的，我现在哪有空呀，脱不了身。战印休了婚假，还是今天才重新回公司上班的，我忙得连杯水的时间都没有。苏南在总裁夫人面前诉累，明天我要请假，我还没有和战印说的，一会儿说了，他要是不同意，海童，你帮我说说话哈。连续1个月没有好好休息过了，明天请假也不是为了休息，是陪小军去医院做产检。海童爽快地答道，行。战印要是不同意你请假，我就帮你说好话，最近辛苦你了，需要的话让战印放你2天假，不用你请假了，也能好好的陪陪小军。他夫妻俩在婚礼过后过了一个轻松的蜜月期，虽说没有出市出省游，但也是2人世界，不受打扰。多亏苏南这些高层管理分摊了战印的工作量，如今战印回到了公司里，适当的时候可以让最忙的苏南休息2天。苏南说道，能休息2天再好不过了。天气转冷了，小军老师说想吃顿火锅，我一直没有时间带他出去吃，在家里是可以弄，但是我表姐会说东说西的。小军说在家里吃顿火锅要被念叨，吃的都不爽，就想出去吃。明天陪他去做完产检，晚上就带他去吃火锅。小军怀孕后，想吃什么总是恨不得立即吃到嘴的。海童，你也会这样吗？一样的，我也是想到吃什么东西了，就恨不得立即吃到嘴。战印从休息室里出来，他轻手轻脚地关上了休息室的门，这样他们说话的声音就不会吵到洋洋。他出来啊，就去给老婆大人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还加了点葡萄糖粉。海童会嫌白开水没有味道，他就习惯了帮他加点葡萄糖粉，有点味道他才爱喝。老公，你和苏总忙吧，我在这里坐会儿，等你们忙完了可以下班了，我们再一起回家吧。海童生怕自己占用了丈夫的宝贵时间，接过了丈夫给她倒来的那杯水后，就催着丈夫去忙他的事。没什么问题的了。战印挨着海童坐下来，温声问，今天你自己带着洋洋累吗？累倒是不累的，有龙婷陪着他玩，我就是看着他可以了，也有保镖就帮忙照看着他，不累。老公，你去忙吧。哦，对了，苏总忙了那么长时间，你如今重新回公司上班了，给苏总放2天假，休息休息吧。他说明天要陪小军去做产检了，明天我先回公司看看，没什么事就去书店里守2天，也让小军休息2天。洋洋幼儿园放学后，可以让管家过去接他，再将他送到他的店里，也就是1、2天的事。等陆东明从江城回来，陆东明抢着去接洋洋放学。战印刚才有听到苏南和妻子的对话，他同样爽快地说道，可以，苏南，给你放2天假，明后2天都休息，好好地带你老婆去吃顿火锅。彤彤，你是不知道这家伙，我一回公司不止1次在我面前念叨，没有时间带他老婆吃火锅的事，念叨的我都有负罪感了。苏南嘿嘿地笑，谢谢战总。听到战印后面说的那2句话，他笑，我不念叨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忙有多累，之前说好的等你回来就让我休息几天的，谁知道你能不能说到做到，总要提醒提醒你才行。还有你也承诺过，明年我家小军生孩子时给我休2个月产假的。战印说，他又不是你生娃，你休什么产假，休1个月的假，照顾陪伴你老婆坐月子就可以了呀。你家里那么多人，出了月子都不用你照顾了，我承诺到时候给你2个月的假期，我觉得挺多的了，你还嫌我给的少。
苏南反驳地道等海童生娃的时候，你要是能做到天天都回公司，如常上班，不想照顾陪伴老婆坐月子，我就只休1个月的产假。我是不生娃，但我老婆生娃，我这个当丈夫的，在她最需要帮助时，肯定要陪在身边的呀。战印，看情况吧，到时候公司里不忙的话，给你3个月的假期，可以了吧？将心比心，他也想老婆生娃后，他可以陪伴在老婆身边，搭把手的。月子里头特别要照顾得好一点。苏南连忙说道：“海童，你在这里听着的哈。”战印说了，到时候给我3个月的假期。海童笑道：“我听到了，放心，我给你当证人，到时候让战印兑现承诺。沈小军月份比他大，明年的5月份宝宝就能出生，现在离过年不远。”苏南提前就跟上司商量好明年的产假了。苏南放下心来，人跟着起身，对战印说道：“我先回去做事，今天把手里头的事情处理好，明天我休假了。”讨得了2天的假，苏南心情美丽的起飞，出去帮我带上办公室的门哈。战印提醒着好友。苏南笑道：“那个不用你提醒，我出去了，肯定会帮你带上办公室的门。你们要说甜言蜜语，尽管说，不用担心被人听了去的。”苏南呢，笑嘻嘻的走了。他走后，战印问老婆彤彤：“你想不想吃火锅呀？”“天气转冷，吃火锅正合适。”“可以啊。”“海童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过火锅了。刚才听到苏南提到沈小军念叨着要吃火锅，他想过请好友吃的，最终没有说出来，就让人家小夫妻俩过过2人世界吧。他比好友幸运很多，在家里想吃什么都没有人会念叨他，只要他想吃的说一声，战印都会尽量满足他。战印无法办成的，奶奶开个声也能办成。小军会被念叨，主要是苏家请的营养师是苏南的表姐，苏太太的娘家侄女儿，有着亲戚关系，小军就不好老是为了一口吃的。跟表姐闹个不愉快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奶奶，让奶奶和管家说一声，我们下班回家吃火锅，叫上一晨夫妻俩，人多点热闹，吃什么都香。海童说道：“你去忙吧，我给奶奶打电话，或者在家人群里说一声，让他们在管城的今晚有空的都过去吃饭，这样人就足够多了，也足够热闹。”战印笑道：“他们都忙，还是不要艾特全群的人了，就叫上老二夫妻俩可以了。那就按你说的去做，你赶紧去忙你的，先把你手里头的事情处理完毕，晚上才能轻松点。今天刚回公司上班。”战印自然是不应酬不加班，傍晚到点下班就回家陪老婆。在老婆的一再催促下，战印不情不愿地回到办公桌后面，坐下来重新工作。海童则是给老太太打电话，告诉奶奶晚上吃火锅，会叫上战一晨夫妻俩。老太太自是欢喜，她老人家才是最喜欢热闹的那个人。江城，凤晴坐着的那辆车驶进了乔氏集团，车子停下来后，秘书先行下车，下车后赶紧绕过车身，再帮凤晴拉开了车门。数分钟后，凤晴带着秘书走向办公大厦。乔氏集团的办公大厦比凤氏集团的不知道要高多少。凤氏集团的办公大厦只有10几层楼高，乔氏的却是江城所有大公司当中最高的，楼层最多的，就像一颗明珠似的，伫立在江城商业中心地段。那凤晴过来之前，先打了电话给乔涵，确认乔涵有时间接待他才带着秘书过来的。乔涵和他说过，可以和他谈谈项目合作的事。凤晴明着来，先以凤家少主的身份与乔氏谈合作，谈不妥就算了，然后私底下就再以他名下公司老总的身份过来和乔涵谈合作。他认为乔涵已经摸清他的底细，
心里清楚乔涵是个厉害的，幸好他和乔涵没有结仇结怨，否则他的未来之路会走得异常艰难的。凤晴自己拥有着几家公司的事，就连他老娘都不知道，方瑶就知道，那是他的得力总助理，又只忠于他一人，他知道就知道了，要是连这点都不知道，那方瑶的能力就要受到他的质疑了。乔涵提前吩咐下来，凤晴带着秘书进入了办公大厦后，一路畅通无阻啦，坐着专用电梯直上了顶楼。走出电梯后，乔涵的秘书已经在电梯口等着，看到凤晴出来，秘书礼貌地问好凤总，凤晴回以微笑，尖点头，然后呢，在乔涵秘书的带领下走向总裁办公室。乔轩刚好从里面出来，迎面看到凤晴，乔轩愣了愣，停下来，他客气地打招呼：“凤少主。”“乔二少爷。”凤晴也客气地打着招呼。乔轩和乔涵是孪生兄弟，但他给凤晴的感觉却是比乔涵小几岁似的。换一种说法，就是乔轩给凤晴的感觉不够成熟沉稳，没有乔涵那般成熟沉稳。我哥刚好有点时间，凤少主请进。说着，乔轩错开了身子，朝凤晴做了一个请的动作。等凤晴带着秘书进入了办公室，乔轩才朝电梯口走去，走了几步还扭头看，不知道是不是有段时间没有看到凤晴。此刻看到她，他竟然觉得凤晴比以前要好看了很多，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也变了，变得自信，变得精明干练的。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呢，所以刚才才会愣一下，那是他差点没有认出凤晴来。那要是一开始他就是这样子，我哥要给我牵红线，我可能都不会拒绝。乔轩自言自语着，当然他现在喜欢凤晴也来得及的，不过他还是不想去喜欢凤晴，他不喜欢凤家。凤家能出一个凤晴，那是因为凤晴不在凤家长大，自幼生存环境不好，逆境中生存，养成凤晴坚强的个性。那女人还是个扮猪吃老绿的。乔轩喜欢单纯一点的女孩子，像凤晴那么会演戏，骗人的女孩子他敬而远之。那样的女孩子适合他大哥，组合成一对儿就是坑天坑地坑无数人。他没有哥，只有姐。江城的人该庆幸他哥其实是他姐，否则以他姐对凤晴的欣赏，两个人还真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对人。那样呢，就会有很多人输在他们的手里。凤晴不知道与乔轩打个照面，乔轩会想出那么多的情节来。他带着秘书走进了总裁办公室，乔涵起身相迎，给足了他的面子。凤少主想喝点什么？我让秘书给你准备，给我们各来杯温开水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点，我也不敢喝咖啡了，怕影响晚上的睡眠。乔涵请着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吩咐秘书给两人各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乔涵则走回办公桌，端起了他的咖啡杯，然后走回来，边走边说道：“我上午喝一杯，下午喝一杯，喝习惯了，倒是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。就他一般都要深夜才能休息，到那个时候，咖啡的劲头都过了，故而呢，不会对他的睡眠造成太大的影响。除非有心事才会睡不着。”等秘书倒来了温开水后，又去洗了2盘水果出来，摆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。乔涵让秘书再给凤晴两人拿点零食出来。他说道：“我很少吃零嘴，是战浩宇老往我这里塞零食，他是个懂吃的，塞到我这里的零嘴都很不错，凤少主尝尝。”凤晴笑道：“战总管着他们，战氏旗下所有的酒店，自是个懂吃的，不仅懂吃，还会做很多好吃的。听说战总的厨艺非常好，想来乔总尝过数次他的厨艺了吧？”战浩宇对乔涵依旧是热情似火，完全是将乔涵当成了一个女人来看待啊。凤晴在心里想着，这对不为世俗所接受的感情里，乔少始终都是处于被动和被宠爱的一方。提到那个厚脸皮的缠郎，
乔涵难得的夸赞几句浩宇的厨艺是很好，烧的菜特别好吃，超越了5星级的大厨。我的家人都被他用美食征服的，一家子被战浩宇征服后，他就成了孤立无援的那个人，被战浩宇一点点的擒拿下来，落入他早就编织好的情网。寒暄过后，凤晴说道：“乔少，我是想和你谈谈贵司那个项目的合作的，方案我带过来了，乔少看看吧。”说着，凤晴从秘书手上拿过了方案，双手递给乔涵。乔涵接过打开来认真的看，看完后呢，他将方案放在了茶几上，默了默后对凤晴说道：“凤少主，你们这个方案我看着不错，但是你们凤氏集团不是我想合作的对象，我觉得你们凤氏集团实力不够。”乔涵直接言明啊，他愿意与凤晴的私人公司合作，也不是只有一个合作伙伴的，还会有几个合作商，不过是给凤晴一点面子而已。海灵的公司成立后，也会从乔氏集团这里拿项目。凤晴好脾气地笑着：“乔总，我知道现在我们凤氏集团与贵司相比是差了点儿，不过我们凤氏也是名门望族，那在江城屹立百年，实力和底蕴还是深厚的。如今我也能负责些项目，有点说事权。乔总若是给我这个合作的机会，我会努力做到与乔总共赢的，不会拖乔总的后腿。”来的时候，凤晴和秘书都知道，今天这次恰淡不会有结果，但还得努力争取一下，表现一下嘛。乔涵任由凤晴将凤氏集团说得天花乱坠的，都不改初衷。最后，凤晴说到：“乔总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这一次是我们凤氏做的还不够好，入不了乔总的眼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。”乔涵嗯了一声，说到：“以后还是有机会的，等到凤氏家族改朝换代了，就有机会了。现在只要还是凤家主当家，乔涵都不想与凤氏集团合作了，免得凤氏借助与乔氏的合作，增强实力，让海灵的前路呢更加的艰难。”凤晴笑道：“我们凤氏也会努力的，争取早点有机会啊与乔总合作。”乔涵与他对视一下，笑了笑，两个人都明白凤晴那句话的深意。谈不成合作，略作片刻后，凤晴起身告辞：“我请凤少主吃饭吧。”乔涵起身客气的挽留，凤晴婉拒了，他说道：“近来我家里事情多，就不打扰乔总了，改天处理好了家事，有空了我请乔总吃饭。那晚真的对不起，让乔涵等人看到了凤家的丑事。还有那凤家保镖出车祸的那件事。”乔涵说道：“那凤少主先处理家事吧。”他亲自送凤晴和秘书出去，一直送到了电梯口。凤晴带着秘书进了电梯里，乔涵挥了挥手后，等电梯门合上了，他才转身往办公室而回。凤晴的秘书在电梯门关上后，对凤晴说道：“凤副总的努力又白费了，也不能说是白费，还有机会争取的。生意有几单是一谈就能谈成的，还不是要多跑几次，有时候磨得嘴都起泡了才能签单的。”秘书想想也是啊，至少乔涵见了他们的凤副总，那其他人过来，乔少未必会见呢。坐着电梯下了1楼后，凤晴对秘书说道：“你自己回公司。”我回家处理家里的事情，家主这几天都没空，他亲妈还在医院里好好的照顾他亲爸呢。秘书也听说凤家出了点意外，是什么意外，公司里的人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家主和3位少爷都没有回公司，只有凤晴回公司坐镇着，这让公司的人私底下讨论。别看凤副总老是被凤总骂，是一团烂泥扶不上墙，但人家是凤总的亲生女儿，若是凤家真出什么事，那凤副总呢，终究是成为那个挑大梁的人。那些想阻拦着凤晴上位的人，则是上蹿下跳，各种办法想见凤家主，又质疑凤晴做了什么。
凤晴可不像最初那样忍气吞声，在公司里扮个弱者，那些上蹿下跳的人，职位不是很重要的，他直接就将人解雇赶出凤氏集团。职位高一点的，他给人家降职降薪；被解雇的人，他还在行业里封杀，让那些人进不了福利好的大公司，只能在小公司里折腾，收入和福利自然是比不起凤氏集团的。凤晴是宁愿在解雇时赔偿一点工资，也不再容下他们。那其他人知道被赶出凤氏集团后的下场，多少都起到了一点震慑的作用。大家都是出来求财的，背后都有一个家庭需要他们供养着，为了自己的家人，他们可不能失业呀。那凤氏集团高层的明争暗斗，与他们何干啊？不管谁上位，就都是凤家的人，他们又无法上位，加入阵营又能得到多少好处？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。不管谁上位，好员工都是待遇不变，不会被上位者清算的。说不定表现好了，等新上位者稳定下来，就他们这些老实本分的好员工反而得到重视呢。好，凤晴让秘书自己打车回公司，打车费就公司会报销。他则是开车回家。那名代替海玲被撞死的保镖，后事还没有处理好，他现在就是回去继续处理这件事。海玲也说了，傍晚会过来给那名保镖上支香，安慰一下死者家属，给点经济上的资助。虽说那名保镖父母双亡了，只有一个弟弟，但弟弟主要还是靠他供养着上学的。如今他惨遭横祸，虽说出车祸的事，谁也不希望发生。海玲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，总是心里有愧。不过来看看，他良心上过不去。乔涵站在窗前看着，不是刻意要盯着凤晴离开，只是累了，略作休息。站在窗前能看看外面的风景，偶尔还能看到有小鸟飞过。乔氏集团里种有不少四季常绿的树木，那些小鸟就在那些树上当家。只是江城比管城更冷，如今还没有大雪纷飞，但也挺冷的了，能看到的小鸟就不多。待到来年春天百花盛放之时，鸟语花香的美景就能重现。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乔涵转身离开了窗前，回到办公桌前，他的手机放在桌面上，看到来电显示厚脸皮，是战浩宇打过来的。战浩宇在他的通讯录里被他备注成厚脸皮。乔涵忽然觉得想笑，想着等会儿结束通话后，将战浩宇的备注改一改，免得哪天被他看到了。浩宇，乔涵心情好，开口说话带着点笑意。电话那边的战浩宇顿时有种受宠若惊，他笑道：阿涵，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？叫我的名字都带着点笑意。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很少有这种情况的。那他对他有情，但对他的态度很多时候还是冷冰冰的，那也是他的性格，他已经养成了冷漠严肃的性子。你很希望我心情不好吗？肯定不会啊，我就希望你天天都心情美丽，开开心心，无忧无虑的，但你挑的担子太重，导致你压力山大，整天都没有笑容。每次看到乔轩笑嘻嘻的样子，我都想拿胶布将他的嘴巴封住。他心爱的女人天天为乔氏集团操劳个不停，乔轩却有大把的时间陪他的红颜知己。红颜知己结交了一个又一个，又不见他娶一个回来。乔涵笑道：那你去把他的嘴巴封住吧。说实话，有时候看到他无忧无虑的样子，我也挺羡慕的。他是老大，习惯性的替弟弟杠下所有，再加上他一直女扮男装，没有想过恢复女人身份，他也就一直杠着重担，想着能让弟弟保持着快乐，过着轻松的日子也是值得的。有了战浩宇后，乔涵渐渐的就会羡慕弟弟了。现在他也会给弟弟多安排点工作，就如他当初和弟弟说的那样，乔氏集团总有一天会交到弟弟的手里。那他不可能真的撑一辈子，他也想有人给他依靠。
给他撑住。战浩宇就是那个能给他依靠的人，你不用羡慕他，以后他会羡慕你的。只要你将公司的事一点一点的交给他，咱们就可以轻轻松松了。阿涵，要不你就像我这样，只负责酒店的经营，这样我还能帮到你呢。我经营酒店多年，有经验，再帮你多管几家酒店也不成问题。那样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。再说吧，找我有事啊？战浩宇笑道，我哪一天不找你的？需要有事才找你吗？等会儿我过去接你。晚上一起吃饭，还有海玲姐和东明哥。现在东明哥陪着海玲姐去了凤家，一会儿他们就会回来的了。乔涵就知道他的来电，不是为了吃就是为了玩的，他赶是他羡慕的对象啊。虽说工作量也大，由于他打理了几年，有经验，底下也有给力的下属，不用事事都要他亲力亲为，他只要安排得当就能轻轻松松的。他的兄弟们为了让他能安心追求他，也默默地帮他分担了不少的工作。别以为他不知道，他都知道的。不得不承认一点，接触的次数多了后，乔涵是真的喜欢战家的生活气氛，和谐、温暖，有家的味道。他的原生家庭也很和谐，但他们家人口不多，没有战家那般热热闹闹的。怨不得他的父母啊，早早就将他出卖了。战家那样的婆家，多少有女儿家庭的父母，提着灯笼都找不到呢。好，那你在我下班时间过来接我吧，不要提前过来，影响我工作。明天晚上我要出席一场宴会，你到时候以我男朋友的身份陪我出席宴会吧。战浩宇笑道，你哪次出席宴会不是我陪着你去的？我早就不想当你的男朋友了，我要当你的丈夫，与你过一辈子的丈夫。乔涵骂他一句厚脸皮，没有点名他话里有话的，就让他以她男朋友的身份陪着他。他打算在明天晚上的宴会上穿一次女装，明天下午他会给自己放半天假，回到乔家老宅去，让母亲帮他挑套晚礼服，顺便也练一练穿高跟鞋走路，免得在宴会上出现他穿着高跟鞋走不了路，那就笑死人了。战浩宇没有悟出来，乔涵也不点名。明天晚上给他一个惊喜吧，也给整个江城一个震撼吧。乔涵已经确定了自己对战浩宇的感情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2年她会嫁给战浩宇的。那既然爱他，就不想再让他背负着同性恋的名头了。他不是同性恋，他是个正常的男人啊。是他欺骗了大家。乔涵愿意为了战浩宇光明正大的当一回女人，战浩宇肯定会欣喜万分。就是2个人可能不会想到，乔涵男人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，就算乔涵换上了女装出席宴会，也有可能会被别人看成他和战浩宇当中，他属于受，还会认为他可能是扮女人取悦战浩宇。战浩宇当初为了取悦于他，也是扮过女人的。当时乔氏集团的人还觉得战浩宇这个美女眼熟得很呢，以为是战浩宇的姐妹，但战家没有女儿，战浩宇是没有姐妹的。后来才反应过来，就是战浩宇扮的。那天在乔氏集团可是相当爆炸的八卦新闻。结束了和战浩宇的通话后，乔涵打电话给母亲，在母亲接了电话时，他叫了一声妈，然后就迟疑着不说话了。阿涵，怎么了？乔涵的欲言又止，吓到了乔太太，以为女儿出什么事了。从女儿懂事开始，女儿表现得很好，就遇到任何事都不会慌不会乱，稳重得很。妈，你有空吗？有呀，妈什么时候都有空的。你有事要妈帮你去做。你说，妈立即帮你办了。能让女儿主动向她求助的，肯定是大事。想到了一个可能性，乔太太关心地问，是不是你老朋友来了，肚子痛？乔涵有时候会痛经，乔太太私底下帮他调理了一段时间的。不是，妈，我明天晚上要出席宴会，我想
穿女装，你帮我挑套晚礼服，不要性感的，要保守的那种，还有适合我穿的高跟鞋。不要太高跟的吧，我怕我驾驭不了。乔涵总算一口气说了出来。乔太太在电话那边直接愣住了。她没听错吧？阿涵说要穿女装，还要穿高跟鞋。她的女儿终于要恢复女人身份了吗？妈，你在听吗？乔太太回过神来，连忙应着妈在听。妈听着呢，妈就是很意外。你想通了？是浩宇陪你出席宴会吗？阿涵，你真的决定了恢复女人身份？妈，我有点犹豫的哦。听他这样说，乔太太连忙说道：“别犹豫了，你本来就是女孩子，就是穿女装的。你穿了20几年男装了，早该换回女装了。那你想想，浩宇要是看到你穿着女装，让他陪着你出席宴会，他会有多开心呀？到时候大家知道你原来是女孩子，也不会再说你们俩是同性恋了。每次听到别人来跟我说，让我拦找你和浩宇在一起，说你那么优秀，被浩宇糟蹋了，说你看着一直都很正常的，肯定是被浩宇缠得厉害，才会被逼着成为同性恋的。妈都好想反驳他们，你们俩都是正常的。不是同性恋，但是你一直不愿意恢复女人身份，妈又不好说，只能忍着，然后远离那些喜欢来我面前说那些话的人。乔太太夫妻俩其实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，外人的劝说，夫妻俩可以不理不顾，远离便是，但亲朋微友过来劝说，那他们就不能不管不顾的，也无法远离。他只能说，孩子长大了，已经由不得当妈的去管，只要孩子开心，他当妈的就不管了。为此，那些亲朋好友都很生气地说他，过几年他就会后悔的了。还说他不管着乔涵，以后乔轩也有样学样，他2个儿子都成了同性恋，他想抱孙都没有机会。这让乔太太又气又无奈。妈马上就去帮你挑几套晚礼服，按你的喜好去挑，还有珠宝，需要买新的吗？要不去妈的珠宝库里挑几套来用用吧，高跟鞋也买几对，到时候你自己看着哪一双穿着舒服就穿。乔涵说道，妈帮我决定就好，我明天下午休息，回去试试礼服以及高跟鞋。我习惯了皮鞋，穿着高跟鞋怕是都走不了路，总要练习一下走路的，免得晚上出门了出丑。乔太太笑道，也是哦，是要练习一下走路，不习惯的人穿上高跟鞋，走不了2步就想脱掉鞋子。1个下午可能不够时间啊。明天一天都休息不行吗？公司里的事就交给乔轩了，那臭小子又不谈恋爱，单身狗就该多干活，让他多做点事，你腾时间出来休息休息。乔太太恨不得立即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妈，我明天上午要开会，会议很重要的。你呀，就是个工作狂，那假发需要帮你准备吗？你看看你现在的头发那么短，换上礼服可能不太好看，感觉就是一个男人换上女装一样。乔涵，短发不行吗？若是那么麻烦，那算了，我还是以男人的身份出现吧。算了，那就短发吧，不用假发了，等你恢复了女人身份，可以选择留长发啊，女孩子留长发好看。乔涵说到，短发好打理，早上起来都不用梳子，随便用手指扒几下就行。女儿应该生成儿子，乔轩变成女孩子才好。现在这样子，女儿比儿子更像个男人。愁死人了。好在有了爱情的滋润，女儿总算有点改变，至少愿意尝试女装了。以往呀，不管她怎么劝说，女儿坚决拒绝穿女装，说习惯当个男人就继续当男人，还说什么外界的人都是知道乔家有2位少爷的，不知道乔家原来是1位少爷1位千金。乔太太说不过女儿，妈就这样了，我先忙。
等会儿浩宇来接我下班。哇，管城陆氏集团的陆总过来了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好，你忙，妈现在就叫上你爸，就我们去帮你买礼服呀，高跟鞋。乔太太欢喜地结束了通话，手机从耳边移开，就大声叫喊着姓乔的老乔，老乔。乔董在外面应着怎么了？很快他从外面跑进来，出什么事了？叫那么大声，叫得慌里慌张的。走，马上换衣服，陪我出去逛街买衣服，我要亲自帮咱们女儿挑选衣服，她愿意穿女装了，终于可以买那些漂亮的裙子回来，就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了。闻言，乔董笑道：“阿涵说的，那还真是好事，叫人带上图样过来，你挑选不就行了，不用出门去。”阿涵肯穿女装了，要给她最好的定做吧。定做来不及了，她明天晚上就要穿的。明晚参加宴会要穿晚礼服，我倒是有很多晚礼服，新新的，穿都没有穿过。但我的是妈妈装，不适合她年轻人。咱们去帮她买几套现成的，应急，到时候再定做。乔董一想也对，便嗯了一声。阿涵愿意穿女装，可以通知浩宇提前定做婚纱了，相信他们俩很快就会结婚。阿涵嫁出去也能了结咱们一桩心事，然后夫妻俩可以腾出手来收拾那个天天嘻嘻哈哈、吊儿郎当的好儿子了。快30岁的人，红颜知己一大堆，却没有一个是女朋友。有长女在前，夫妻俩暂时都是考虑长女的人生大事。长女的事走到这一步，基本上是不会出差池。就轮到儿子了，2个孩子可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。明天晚上阿涵穿女装出席宴会的事，暂时不要告诉浩宇。我听阿涵的意思，他是突然间想穿女装，暴露他女人身份的，浩宇还不知道。乔太太叮嘱着丈夫，不要太快捅到未来女婿那里去。就当是给浩宇一个惊喜吧。他明晚来接阿涵，保证眼前一亮，惊为天人。乔太太对女儿的颜值还是很有信心的，那是也不看看那是谁的女儿。咱们俩年轻的时候男俊女俏，2个孩子都高颜值。走，我陪你出去逛街买衣服去，不上楼换衣服啊？乔太太看着丈夫身上的衣服，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你在外面弄什么？衣服都有泥土了。”乔董低头看了看，说道：“闲得无聊，帮着园丁给一些盆栽花换泥土。换花盆了，还真弄得有泥土。你等我几分钟，我回房里换一身衣服。”乔董说着，风风火火地跑上楼去，帮我拿我常用的那个包包下来吧。逛完街了，咱们在外面吃了饭再回来。老夫妻俩很久没有一起外出吃过饭了，偶尔出去逛街购物吃美食，能拾起年轻时的甜蜜。